油管公式，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第二部分的第5章，非常之重要，因为这一章里头我们要讨论油管做频道为什么失败啊。我们听完以后可以自查一下，我们有没有犯 Daryl 在这一章里头给我们列举的一些重要的常见的错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非常重要， Daryl 在这一章最开始就讲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啊，他说绝大部分的创作者把做成功一个频道定义为粉丝多、流量大，但是他说什么？他说所有的油管的成功的案例都指向一点：赚钱。你听完这样一个论断以后，你是不是觉得哇，太俗了吧，太直接了吧，太赤裸裸了吧，好像一点情怀都没有？我做自媒体是实现个人成长，记录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啊，我到这个世界的各个地区旅游，打卡记录一下子，我老了以后可以在养老院里看看我年轻时的回忆。好，后面这种做法没毛病。那他讲的是这个成功的案例是指什么呢？那你这个地方可以深刻的思考一下。我做成一个100万的频道，然后这算不上成功？我有10万粉丝，算不上成功啊？我每天有3万人看我的这个视频，算不上成功啊？那也许你所想象的那个成功，跟Daryl 在这本书里头讲的这个成功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啊。他讲的这个成功，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成长、进步，然后把这些理念不断的放到做新的视频，有人看，有人订阅，关键是他能够赚钱，然后这些钱放到改进你自己的视频，或者去做慈善，或者做其他事情你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这才是一个更广大意义上面的一个成功，而不是单一的 KPI 的指标。那么要实现这样一个更大的目标，赚钱就是一个可持续成长的，并且是保证你自己在这里头一直有兴趣，不会被这个金钱所困扰的这样一个非常核心的，像这个轮子要转，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就像当你做一个频道，把赚钱这样一个东西足够重视它，实际上你在做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生意。你要是开店做生意的话，你要考虑各项成本，你不会讲有一搭没一搭，我今天不开了，明天就关歇业休息一下，那后天又讲今天太累了，我不做了，等等，这一种都不是正确的方法。所以你要充分的理解 Daryl 讲赚钱，这是他从几百上千个成功的频道里头发现的一个共有的一个特征。要有足够多的赚钱的想法和动力，并且要以赚钱以一个目的来运行或者是推动你整个频道的成长和进步。好，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个像一个种子一样，要在你的脑子里头这是人家这个大拿，他看了这么多频道做了这个20-30个100万级的大号，他总结出来的这样一个特征。如果这个人完全不想赚钱，完全是情怀，完全是佛系做频道的话，大概率不会有动静也不会有进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些这个失败的原因，或者是讲方法首先要从错误中学习，这是啥意思呢？Daryl 讲到你要有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首先你得承认错误。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什么叫承认错误就是你做的不咋地，你要这个首先觉得你的视频呢还不如别人的视频，不要一上来就讲我花了1个礼拜做这样的一个视频，我指望是一出来就是闪亮登场，起码10万加，然后就觉得这个油管太他妈黑暗了。就是我这么优秀，居然不让我给全世界看见首先你要承认你不足，你才有可能去虚心的去打开自己的双眼，去看别人有什么可借鉴、可学习之处。那么这个要不断的改正自己小小的这所谓的错误，但是呢，不要接受所谓的失败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失败只有一条，你放弃失败。
如果你不放弃，你换方向、换形式，找合作伙伴，或者是上这个自媒体学院学习等等，这些东西都在不断的在尝试啊，在承认自己在某一个方面上还不足，还有进步的空间。但是呢，你认为自媒体是你一生的这样一个方向或者事业，你不放弃。你不会讲尝试了一个美食做了3期，尝试了一个旅游做了5期，然后再尝试了一个手工，然后老胡讲新闻也许有人看啊，所有的尝试了，最后讲这一行太他妈黑暗，就像炒股一样，买了苹果赔钱，买了特斯拉赔钱，买了这个 Microsoft 微软它又赔钱，太他妈黑暗，炒股这个根本就不可能赚钱的，这就有问题啊！不要接受失败啊！好。一个核心的问题，你要问是：你对自己的视频满意吗？Daryl 在这个地方讲到，很多人做完视频了，自己都不看啊。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发完了，然后再也不看它啊。你看看，好多人有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这个视频发完了，观众告诉你讲没声音啊，还有讲你这个视频呢到3分58秒结束了，你后面有一大段是黑屏，就他自己不看自己的视频啊。这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情景，都属于检查发布之前的检查啊。那看自己的视频更是什么？把3个月、把6个月以前、把2个礼拜以前的视频拿来对照，这叫看自己的视频啊。复盘好，那么要有一种观众的视角。我经常讲，要在观众席上看舞台。你是演员，你平时在舞台上面演出，但是你一定要在观众席上面，前排、后排。买飞机票坐在上面，看起来是什么感觉啊？那么喜欢你的观众看起来什么感觉？讨厌你的观众，第一次看见你的观众，不要上，欢迎大家回到老胡的频道。我他妈什么时候就回到？我第一次看见你，你怎么讲回到？所以你这个说话有问题。你应该讲这期视频可能是你跟另外一个人第一次见面的这样的可能，不要上来第一次见面就是亲，就是家人，就是兄弟，这个都是有问题，这就都是没有观众视角。不能够正确的理解你就是跟你的这个潜在的观众，他应该用什么样的互动的方式？好，在错误中学习，不要轻易的接受失败这样一个概念啊。好，第二个呢方法呢，成为数据的学生啊，啥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在大量的数据当中发现一些规律，发现一些模式，不要通过一个数据来判断结论，不要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单因单果，一因一果。我昨天早上发了一个视频，没人看；今天下午发了一个视频，有人看，所以下午发视频才是正确之道，这就完全错了。我们要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不要把一些偶然性的东西当作是规律性的东西。所以呢，在分析数据的时候，要发现规律，找到模式啊。那么要为学习而观看，不要为娱乐而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就是我们很多人讲我在学习，我在学习，我在学习，我经常讲这叫假装学习。你真的在学习是什么？按需学习。你今天要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你解决一个人家讲片头的处理的方式，跟大家怎么打招呼。大家好，我是老胡 ，Hello， 大家好。这个或者是讲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啊？各种各样的开头，你就讲。大家喜欢这种开头吗？这种开头有没有问题吗？或者一个15秒的闪亮登场，这个好像很大的这个国际企业宇宙环球有限公司那种样的一个片场，淘宝花钱找人家给你做这样一个东西，或者自己做学习折腾了2个礼拜才做了这样一个声音动画音效全都是好像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一样。你去看看这个有没有用？你就发现讲，为什么千万级大号它开场的是这样子的？那个小号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你要去为学习而仔细的去观看啊，而不是讲，哎呦，我今天在刷老胡的视频，2000多个视频，我坚持3个月把它刷完，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学习方法。更好的学习方法，你应该是做一个东西，然后按照需要，今天有遇到一个版权，我第一次碰到版权，我好紧张，到老胡的频道搜一下版权主张怎么回事。好，这就是按需学习啊。好，要看对标账号的频道、视频、标题、社群、评论、商业模式啊，这什么意思呢？我刚才讲的
这个学习是更广泛的一个学习啊。这一条讲的是针对性的，对对标账号进行深入的研究。我是百事可乐，我要整天研究可口可乐，它出了什么广告，它有什么调整，它有没有涨价，它有没有在非洲推出一个什么样的优惠的活动啊？它买了什么，在这个超级碗上推不推广告啊？在世界杯上它是怎么玩广告？我这个要跟进，因为这个是在我们同一个赛道里头，他们是直接跟我们相关的，是我们的内容，它是怎么个玩法？我是一个专门讲案件的。他怎么讲这个案件，我来讲这个案件，我会把它讲成什么样子？这个就重要了啊！他的火爆的视频是哪一些？在频道页给他排序一下子，为什么观众喜欢看这些内容？那他是怎么取标题的？他是怎么玩社群的？他是不是把他欢迎你加我的微信，进我的微信群？他卖不卖课程？他在评论区回不回复？他自己回复还是用助理回复？他有什么商业模式？他有没有开淘宝店？他有没有开亚马逊店？他有没有开 Shopify 店？他有没有卖 T 恤衫、卖马克杯？我跟踪一下他卖多少？如果是我想看他一下这个卖的或者客服或者价钱怎么样，我是不是下单买一个试试看？等等这些东西，你得去研究啊。好，要研究你自己频道的后台数据啊。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数据的来源。注意啊，我这一页的这个 PPT 讲的是数据的学生。你看前面这些东西都是广义上面的数据。很多人一讲数据就是打开后台看一下数据分析那个页面，不是的啊。所以讲要建立这样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概念。但是这里头啊，研究自己后台的数据也是重要的一项啊。我要提醒你要防止小数据陷阱。虽然我们讲这个油管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后台的数据，但是不要过度的解读你的小数据。老胡，我的这个封面的点击率非常之高啊，80%啊！你总共5个人，有4个人点了你的，这是高，但是呢，这太小了，这数据太小了，你怎么过分去解读它呢？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个小的数据，就是它没有统计学的意义，你过分解读它干嘛呢？一个是你大姨妈，一个是你这个远房亲戚，一个是你同班同学，几个人都会点，不好意思，你发到朋友圈他点你的，对不对？所以不要去过度的研究这个小数据。有的昨天还是直播里头有一个同学问我改我的封面图，然后这个封面图点击老上不去。封面图你知道吗？封面图反应是不太敏感的。你更新一个封面图以后的话，你一般来说要给他1-2天的时间啊。那你讲 Mr. Beast， 你讲过了，几个小时就开始去更新这个封面图，非常敏感，马上就不一样。对呀，那是 Mr. Beast， 他可能1分钟就大几百万的这个数据，这个量。你呢，1分钟也许只有3个、5个，你换什么封面图啊？你换封面图那个下1个小时，它5个还是2个，没有统计学的意义，对不对啊？所以呢，要非常谨慎的防止自己的小数据陷阱，这是频道开始的时候很多人犯的错误啊。好，那下一个就是不要简单的比较或者是刻意的模仿，这也是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你看，第一个就是说比我差的，但是看得多。油管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啊，那个大频道他做的再差，他的推这个视频，我这个小的这个频道起来太难了，做的那么优秀没人看。实际上我前面讲的就是你不够优秀，你要承认自己有问题，这样才能打开你的双眼，看到别人的优秀。不要老觉得你女同事一定是睡上司她才被提拔。当你认认真真看待，就是说假设那个女同事是你家姐姐，你看她的眼光完全不一样，你就会讲她多么认真，她多么刻苦，她业绩上就是比别人优秀，她会很多话术能把这个销售搞出来。当你带着恶意的眼光，他就想他一定是可以陪客户睡觉了，陪睡领导了，那样才这样的成就。所以讲一定要跳出这样的圈，比我差但看的人多，其实是人家不比你差，或者是讲总共10项打分的话，有3项可能比你差，人家7项都比你厉害啊。所以你要把这样一个偏见得到纠正，那3项真比你差的，你
应该作为你自己有信心，就是我不是全面的输给他哦，我有3项做的比他好，但是人家7项都做的比你好，那么你就从那7项，不要讲这个人太讨厌了，这个人太坏了，你那7项你要向他学习，要善于向比你厉害只是大频道学习，也要向小频道学习向比你厉害的人学习，向比你小的人学习。就像我以前做节目讲李敖，我很欣赏他一样，然后有的粉丝就讲李敖是这样的人，你喜欢他，你有问题，对吧？我不讲李敖又不是我儿子，也不是我的爸爸，他有什么错误关我屁事，他有好处，我坚决的把他学到手，不就这个态度吗？好，第二个呢，完全照抄无法持续。不要去试图做越南的这个李子柒，不要去做俄罗斯的这个 Mr. Beast， 因为这样子会把你自己带到一个死胡同里头去。开始好像你抄的时候觉得不错，对吧？有流量，直接这个抱大腿。但是长久来讲，你一定会把自己做到人品很差，大家看过新鲜以后离你而去。关键是呢，你会扼杀掉自己仅有的一点点创造力好，那最后呢，不要相信油管的一些迷信，要用正念正法来做频道。什么叫油管的迷信呢？比如说发布时间8:01，8点和8:05是不一样的，要避开那个整点，要从油管的这个电脑端去上传这个视频，不要从手机端等等，两个这个清晰度会有差异这个 VPN 的这种东西，它会限我的流然后。油管的中文审查团队基本上是台湾同胞，然后他们专门扼杀我们这个大陆的这个博主，不让我们通过。别相信这些油管的迷信别因为一个小的数据的这个错误的解读，然后做一期节目散布这种流言好，关于发布时间这个地方多讲一句推荐流量和搜索流量是不一样的。啥意思呢？如果是一个推荐流量的话的逻辑，就是我不管你现在正在看什么，如果我突然发一个视频，你是我的粉丝的话，那么你在刷新页面或者是在看一个下面一个视频的时候，很可能讲老胡更新了这样一个视频，即便你没有开小铃铛，这就是个推荐流量的逻辑。所以当是一个推荐流量的逻辑的话，你的确是可以根据后台的那个讲你的粉丝绝大多数人在线时间，根据那个时间在那个时间段去发布没有问题。我在讲首播功能的时候多次提到这样一个用法，或者你在选定你的首播直播的时候可以看那个时间。但是我也讲过，当你的粉丝数本身就很少，虽然你后台看到那个数据讲我的粉丝在线的最多的人的时间是晚上7点，那最多那个时候同时在线的时候可能也就是30人，少的人时候是5个人，那这个时候你就完全可以不需要顾及这35个人跟5人之间的差异那大的频道的话，它这个峰值在线的人数可能是大几万，那这个大家在睡觉的时间可能是只有几千，有这样的差别，那他谨慎的选择这样一个所谓的推荐流量的发布时间。那如果是搜索流量为主，如何消除电脑病毒，如何这个油管精准涨粉，这些很多人都会搜索，这些你做好了就发，根本就不用去管因为这是一个长尾的，就是长青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每天都会有人去搜索关键字来找到你，所以那个就发布时间根本就不重要。好，要正确的对待反馈这是啥意思呢？这个地方讲的不是讲那些酸民或者是恶评或者是那些专门骂你的人，这个是讲有人说你好话，有人说你坏话，有人说的可能比较中肯，有的说的可能就不怎么中肯，有的说的给你诚心的洋洋洒洒的很多建议，你也不知道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个地方就是 Daryl 给你的建议就是这样，有的人特别喜欢到处提建议，他没有坏心，他就喜欢指点江山，喜欢生怕你成为十足少年，他要告诉你，他讲老胡你这个样子完蛋了，我都替你着急了，你这样子不涨粉了，不赚钱了，怎么办呢？要给你一大堆运营的建议他没有任何坏心，他真心希望老胡好，所以你要正确的对待这些所谓的反馈，有的是业余选手，
他自己没有做过，他自己没有开过店，他没有做过生意，他自己认为他最金钱和三观跟你不是完全在统一的，他不理解你为什么这样子做，但是他是有好心想帮助你啊。另外一个是专业的，也许说，比如说我也是做油管研究，然后另外一个人做油管的，你这个就是我们讲专业，但专业必须你也讲，我们讲我们的三观不一样。都做一个油管赚钱或者油管大学油管研究院这样的频道，我们的套路不见得一样。比如说我就不卖课啊，你就说我没有必要向你解释我为什么不卖课啊，这是每个人的对待世界的这种不同的方法啊。那么你要正确对待这种反馈，你会想所有的人都卖课，好像我不卖课我就错了，我就低级了，我就业余了。不，我不是讲这个东西就是高级或者是专业，而是讲你所做的事情要符合你自己的三观，要重新出发，不要别人说的啊，他是比你专业，他的频道比你大，他也给你建议一定是对的，不要这样的想象，就是你要重视每一个对你的反馈，但是呢，一定要自己有个过滤器。啊，不要去人云亦云。哎呦，粉丝最近收到好多粉丝都给我这个建议，然后讲，我就应该这样的。最近粉丝都要求我做什么什么节目啊？就是我经常举我那个例子，我做了一期背诵新概念英语第3期的那个节目，好多人都讲我要专门多教他们英语，多出节目。我讲那个东西，我就是随手一做也，你再多人要求，我也不会做那样的节目继续下去啊！我到今天为止，因为那节目在 B 站上面，还隔三差五有人要加我微信，要学英语啊！所以你自己不能被这些所谓的这个反馈所绑架或者说影响，你要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事情，要坚持用对的方法做对的事情。我打引号，这个对是什么意思呢？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别听老胡、老张、小李、老王，你自己去亲身实践过了以后，你才能知道那个对。你想我试过了，但是我不知道它对还是不对，你试的还不够啊，你做的还太少，你尝试了足够多、足够深入、足够长的时间的时候，一定会知道这个对还是不对啊。所以讲对的方法，就是你对方法不要有偏见。我经常讲，去看快手、看抖音，不要瞧不起那些好像很俗很烂的这样一些东西，它里头蕴含了方法。你把那个你看不惯的那些东西，把它剔除，它最后的方法，它最后的技术是一样的啊。菜刀杀人，最后杀人的是人，不是菜刀。你不要因为菜刀被用去杀人而对菜刀有偏见，就这个意思。好，最后一条，不要用力过猛，把自己做崩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建议啊。因为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人，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就是好像我很认真，或者我找到一个自己充满的兴奋感的这样的内容方向，然后加班加点，废寝忘食，然后恨不得赶紧就把这个东西实施过来，好像你差了1个月，这个世界第一就被别人抢走那种感觉，好像我一旦告诉了别人，我就暴露了我的策略、我的方法，然后就被别人弯道超车。其实有的同学来找老胡咨询讲，老胡保密，千万不能告诉其他的人啊，特别好笑，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啊。就是说，这个世界你做任何一个频道，像 MrBeast 的频道，明天就消失了，这个世界不会有什么不同啊，地球会照转啊。那么你所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讲，就是你有这个所谓的先发优势，你必须没日没夜的去拼，然后你错过这个机会，你就再也没有发财的机会了，不是这个样子。你要做的是自己的心理、身体的健康，你要想达到的目的是不下牌桌，你有本事做自媒体，从此一直做到你死的那一天，这才是真正厉害的角色，真正厉害的方法，而不是拼命的 all in 到超过你的这个极限，头悬梁锥刺股，千万别这样子的。这就是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做到100万这个级别，就会把自己做崩溃，或者讲对不起，我得停更一段时间，昨天这个检查报告出来以后，我得了什么什么病，这样子就得不偿失
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我还是讲做自媒体的一个好的状态叫做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状态。整个这个状态是自己不放松，然后呢有点小小的紧张，有点兴奋，然后有点学习，有点成长，然后呢然后就还有张弛有度，不会把自己弄到焦头烂额，睡不着觉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方法。所以今天这一期节目的话，我觉得Daryl 在这一章里头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些，就是他所看见的很多做自媒体的人走到一个误区里头去，然后难以为继他在这里头所讲的绝大部分东西，我都在这个理念上都是高度认同的并且如果你去看书的话，你会发现我所表达的方法跟他最后思想上是一致的，但是具体的表达我跟他有不同的这种表达。这就是老胡要讲书，不是把念书给你看这里头我早就警告过你了，我夹带了私货很多是我个人的这种体会或者个人的例子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好，你可以喜欢，你可以不喜欢，你可以给我留言鼓励，你可以留言批评分享，我保证公正的对待你，就是我前面分享的正确的对待反馈。我有这样的态度，我也有这样的情绪管理的这样一个能力我希望大家也有这样的机会去锻炼自己，在做频道的过程当中去感受一下子，如果你曾经经历过这个 Daryl 讲的这些错误，或者是踩过这样的坑，那么去看看别人的经历，能够加深，或者是像自己做一次虚拟复盘一样，对自己将来的成长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好，这是今天的这一期第二部分的第5章，我们明天继续讲第6章。谢谢，再见。